当记者问到你能否打赢日本人时，他竟然这样回答：问我能不能打得过他，我能杀了他。我操！哎呀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他叫朱康杰，是来自中国安徽的一名人狠话不多的拳坛新秀。他天生个性张扬，桀骜不驯，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干架，没有废话。最快的一次仅用30秒便 KO 对手，人送外号拳坛轰炸机。而这一场比赛，他的对手是号称全日本最能打的武僧安藤打野。他最大的优势就是头很铁，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头实在是太铁了，即便被打死，他也坚决不认输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一场中日大战，想一想就觉得很刺激。好，我们注意看啊，非常好辨认，光头选手便是来自于日本的和尚啊，他是一个武僧安藤打野。你不好好去打野啊，你打什么拳呢？而他的对手来自我们中国安徽的猛将啊，朱康杰，人送外号拳坛轰炸机。朱康杰的性格很耿直啊，赛前记者采访他的时候，打日本人你有几成把握？你有没有什么心理准备？而朱康杰表示，你问我能不能打赢他，开什么玩笑？我能打死他。小伙实在是太耿直了。好，前摆打慌了，日本选手安藤打野。不过对方的恢复能力也很快啊。后续的补刀跟进，朱康杰呢没有做的那么好，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主要是比赛刚一开始呢，也不敢太冒进啊，生怕对方是这个空城计。其实呢，很多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啊，对日本人啊有偏见、有想法是很正常的。不过，在公开场合敢说出来，朱康杰是我见过的头一个。他已经说的不能再直接了啊，把记者都整懵了，不知道该如何给这个外国人翻译。我估计他翻译的时候应该是说了一个比较委婉的措辞啊。不过我们中国人还是能听懂，很简单啊，我能打死他。光是凭这句话，观众朋友们，我就能当朱康杰一辈子的粉丝。漂亮，又一拳打晃了。朱康杰的单拳质量很高，不过后续的补刀能力还差了一些。虽说这个安藤打野他是个和尚啊，不过我们看他呢，浑身是纹龙画凤。这在我们中国可是不多见。《水浒传》当中呢，有一个花和尚啊，身上是纹了牡丹，但这个家伙据说呢是当了和尚之后再纹的，因为日本的佛教文化和我们中国是不太一样的啊，他们可以抽烟喝酒烫头啊，不是这个头是烫不了啊，抽烟喝酒纹身啊，甚至娶老婆都可以。刚刚是一个上部的顶膝假动作，接了一个后手的转身边拳。看来对方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样化的啊，不过频次有点低呀。你看朱康杰，一拳又一拳的，一波又一波，在第一回合已经打出了不错的优势，最起码我们气势上啊已经打出来了。漂亮，后手假动作，再一根前手。你看朱康杰看起来很憨厚、很老实啊，很像一种这个往死里干的拳手，但拳商还是很高的。其实观众朋友们，能打拳击比赛的人呢，没有一个是笨蛋啊，都很聪明。因为在比赛擂台呢，你需要阅读比赛、阅读对手啊，还需要这个临时啊做出一些决策和战术。拳肘结合，朱康杰进攻手段也不错，单拳质量太高了，每一拳感觉都重达千斤呢。好漂亮，打晃了，朱康杰压上去，安藤大爷选择了抱摔想要缓解一番，不过朱康杰连续的补刀，抓住机会，再补刀。
连续的砸击，连续的砸击，最后的10秒钟不到，马上第一回合结束了。哎呦，可惜了！哎呦，可惜了！我们看这个小日本躲过一劫，你看他，哎呦，被揍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。好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，第2回合比赛继续。我们注意看，红色短裤来自于中国安徽的朱康杰，而灰色裤衩来自于日本的武僧安藤打野。哎，又倒了。在第1回合，朱康杰呢，其实啊，他的补刀已经非常快了，不过对方的确是头够铁，想 Q 对方啊，难度不小。哎，注意看，对方的狗鼻子已经流出血了，看到这儿，那我就开心了。这没办法，观众朋友控制不住啊。这看到日本人小日本挨揍，这心情莫名其妙的就好起来了。好漂亮，后手打中了。啊，但是朱康杰的拳已经够重了，但这个日本选手呢，干打不倒啊。难道说武僧一龙附体了吗？这也不好说啊，因为他们都是和尚嘛。搞后手，哇，这一拳彻底打翻了朱康杰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高扫很重，哎，朱康杰怎么不打了？继续上啊！漂亮，继续压。估计看到日本选手呢，他的状态恢复的不错，朱康杰不敢再往上冲了。哎呦，这家伙真的是铜皮铁骨啊！这个小日本子。按照对方的这个身体素质，我估计过安检都过不去，浑身都滴滴滴的响。又是一个后手。其实这种情况下，最好就是不要再打头了啊，考虑打对方的肚子、腹部，或者说踢腿。因为这家伙的话，的确是头啊太铁了。而且我们注意看，比赛随着他挨揍的时间变多，反倒让这个小日本形成了反压之势。哎，技术有效果了，朱康杰，他不知道对方是装的，还是说呢这个，是真被打疼了。因为刚刚这个姿势啊太浮夸了。如果贸然压上去，有可能对方啊会把我们扑到地面。好，双方最后一个回合，比赛继续。红方选手朱康杰，而蓝方选手日本的武僧安藤打野。其实对方挨揍啊也是很正常的，你看他呢完全不做防守，双手的抱一下很松散啊，不揍你揍谁呀？不过要小心啊，因为这个日本选手呢，他以往的比赛啊经常出现反杀的情况，前面挨揍，让对方掉以轻心之后啊再进行反杀，他已经不止一次这么干过。还是要多打一打肚子啊，因为第一回合打头啊没什么效果。漂亮，又是击服，效果很明显的朱康杰不敢压上去啊，因为柔术水平的话对方更高，我们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。还是要小心呐！你看对方呢，还是在找机会，因为此时安藤打野这个小日本想要取胜的手段只有一个，那就是 KO 掉朱康杰。漂亮，又是后手。今天朱康杰的后手是怎么打怎么有啊！最后20秒。
我们也能看得出来，朱康杰呢很想要 KO 掉这个小日本，但是没办法，他太抗揍了。哇，漂亮！最后时间，大力的捧摔，比赛结束。好，比赛虽然说很精彩，但朱康杰呢有点可惜啊，没能够 KO 掉对手。好，最终比赛结果一致判定，3位裁判给到了朱康杰。好，让我们恭喜朱康杰，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